讲述二战的故事有很多，既有悲壮，也有励志，但或许最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一，是 Akin 家族的经历。他们一家因战争而分裂，彼此对抗，反对他们自己的身份。Ichiro Akin 和他的妻子 Yukio 1918年从日本移民到美国，寻找机遇，在加州中部开一家小杂货店，并抚养9个孩子。但是当 Akin 的妻子在1993年去世时，孩子们被寄在日本的亲戚家里。很快，他们的父亲也回到了日本。尽管对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环境转变。长子 Harry 与他的大伯关系很好，大伯教他日语、日本文化和价值观。然而 Harry 和他的弟弟 Ken 到了可以工作的年龄，他们回到了生养他们的国家，在洛杉矶附近定居。但是在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与日本开战。美国政府不信任那些与敌国有家族渊源的公民的忠诚。1942年，居住在西海岸的大约12万名日裔美国人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被强行转移到拘留营。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比如 Harry 和 Ken 都是日裔，父母是日本移民，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或双重公民。两兄弟不仅与他们在日本的家人联系受限制，而且他们发现自己被禁锢在科罗拉多边远地区的一个集中营里，但他们的命运却峰回路转，当来自美军情报局的征兵处，来到囚禁营里寻找日语志愿者。尽管美国政府对他们不公对待， Harry 和 Ken 抓住机会离开营地，并证明他们作为美国公民的忠诚。因为在日本接受教育，他们的工作很快上手，翻译扣押的文件，审问日本士兵，制作日语宣传，旨在说服敌军投降。兄弟俩的工作对战争的贡献是无价的，提供了有关日军规模和位置的重要战略信息。但他们仍然受到来自战友的歧视和不信任。哈利回忆起一个例子，他的战斗装备在跳伞进入敌方领土之前，被神秘地放错了地方，而白人军官不情愿给他一支武器。尽管如此，两兄弟始终忠心耿耿地为国效力到战争结束。但 Harry 和 Ken 并不是唯一在太平洋作战的阿九根兄弟。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2个弟弟阿九根家5兄弟中的第3、第4个儿子正在日本皇家海军服役。3弟是海军航空兵，15岁的4弟是新兵教练员。战争结束后，哈利和剑因为盟军效力而被当地人视为叛徒。当阿九根兄弟时隔10年第一次在鹿儿岛再聚一堂时，人们发现这2对兄弟曾是战场对立方，火气上升，几乎大打出手，直到他们的父亲介入。兄弟俩试图和解， Sub-Zero 和 Shiro 在加利福尼亚加入了 Harry 和 Ken， 后来在朝鲜为美军作战。直到1988年，美国政府才承认其拘留营的不公正，并批准向幸存者支付赔款。对哈里来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勇气感谢培养他的日本大伯。阿九根兄弟的故事展现了许多一个因环境而分裂的家庭对日裔美国人的不公正待遇，以及调和双重国籍的个人奋斗。但它同时揭示了美国历史更大的一面，移民群体面临的压迫，以及他们克服压迫的毅力。想进一步探索2战的历史吗？观看这段视频，了解希特勒是如何在一个民主国家掌权的，或者观看这个视频来了解日裔美国人集中营的丑陋历史。